何校尉，这都是你们谋划的。我说我全然不知情，你是不是不肯信？我怎么信你？站住！别打！别打了！住手！我知道我不管说什么你都不会信，但这一次，我确实不知情，也不曾谋算你。带着你的崔家军给我滚！下次再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就劫一个，杀一个。放人！老三，加油！自从出了劳乱关，我没想到咱们前所未有的大败，竟是因为被姓崔的这个小人所出卖。收拢我们的人马，慢慢推向洛阳。知道。校尉，吃饭了。潼关计事，公子定然是谋划好的。我刚刚已经盘问半天了，领队的嘴巴很严，只肯说是公子遣他们出来的，还说让他们务必要行得远一些，好将我们远远引开。其他的就一句不肯再多说了，只推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校尉，多少吃点吧，吃完了咱们再做打算。嗯。这个李你也真是的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冤枉你，明明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还非要说你跟公子是串通好的，真让人生气。咱们崔家军害得他们镇西军失了潼关，又折损了大半兵马，却是事实。一经而处的话，
我也未必会冷静。但是我总以为他是会相信我的。好了，不许再多想了。好歹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我想他肯定会想通的。哎呀，你看你。嗯，石七郎，你怎么不叫醒我呀？你这可是守了一夜啊！我不困，守夜没什么。你知道，薄校尉不管怎么危机百出，但他为人还是坦坦荡荡的。就算是他骗了咱们，他也不至于不敢承认吧？上！安英，可算接到你了。你把潼关卖了？阿英，孙静答应了，只要与他里应外合拿下潼关，驱除镇西军以后，他会立马撤回派往瀛州的大军，副帅那边自然就解围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副帅被孙静的重兵围堵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和镇西军是盟友啊？城下之盟而已。李逆这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反复无常。谁知道他若是将来拿下了西长京，那是不是就要立马出兵瀛州，逼迫我们崔家军，逼迫副帅呢？怎么能事先不跟我商量就如此行事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崔家军好。镇西军不过就是折损了些人马，失掉潼关。李逆既然如此厉害，他完全还可以自己打回去啊！瀛州之围迫在眉睫，难道我不应该救副帅吗？救自然是要救的，但是镇西军是出于好心才收留我们崔家军。论道义，你不该卖了潼关。我明明是为了解瀛州之围。哎呀，若是因为你对李逆亲言有加，便公私不分，如此质问于我，你觉得公平吗？公子，就属下追上去吗？桃子在他身边，他不会走远。等他想开了，自然会回来。小伟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。其实，公子也是为了咱们瀛州。我知道，但他这样做事，分明不义。你别难过了。我不是难过，只是你是在担心皇孙会一直想不通，一直误会你吗？算了，以后不要提这个人了。既然他如此不屑我，那以后见面就是陌路人。
以后再见面，恐怕只能兵戈相见了。兵戈相见，咱们也不怕。皇孙再厉害又怎么样？论带兵打仗，他肯定打不赢咱们大将军。说实话，出瀛州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天下苍生何其无辜。孙敬这个人，横征暴敛，好大喜功，耗费兵力征战百越，何泽而语？唯有跟孙敬抗争，直至平定天下，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李家居然有李逆这样的人才。其实，无论从声望、品德、才干，他都是那个可以平定天下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。小伟，你从前可一直觉得，除了你自己，除了咱们崔家军，没人可以平定天下的。是啊，但我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一个人。不过，以后可能就是敌人。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公子一定很担心你。眼下只有先赶回瀛州了。早点回去见到大将军，大将军一定很开心。好。等会儿我给你拿一些吃的。近几日陆续收拢的镇西军，还有从潼关退出来的都在这儿了。但是我们如此狼狈的去洛阳，怕林子王会起疑心。我那位兄长，志大才疏，心眼又小。我那位次兄，最是话头不够。他在我兄长旁边，也不知道会出什么馊主意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退回洛阳呢？咱们既失潼关，又只收拢了这一些兵马，林子王的确会起轻视之嫌。但只要你爹还率着镇西军后迎大军，他就不敢怠慢咱们。你瞧着吧，他八成会派一个人过来，故作嘘寒问暖一番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说，林子王听闻我们退出潼关，急忙从洛阳调了人手，派人押粮食辎重来慰问相助。石七郎，还真让你说中了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收下了。传令下去，在此扎营整顿数日，再前往洛阳。是。大哥，上次你说李逆大败，要派人送些粮食辎重去，以作慰问。我也派人送去了，可没想到他竟然全都给收下了。大哥，这就是李逆的奸猾之处啊！他明知此番大败，必定是由大哥收留他和他的残部，却还舔言收下了大哥的馈赠，这就是打算明目张胆地投奔大哥而来。大哥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。可镇西军还有数万兵马被裴宪统领着，都在后方待着呢。大哥怕什么？只要他李逆进了洛阳城，大哥可以跟朝臣商议好，问责他兵败潼关之事。如此，不是轻而易举的就能解除他的兵权吗？那要是万一裴宪不服呢？父王已经登基了，是君主，他若是不服的话，就是欺君罔上。欺君罔上之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此话有理，我马上让人写信给李逆。他既然大败，那就带着残兵败将速速回到朝中，今后朝中差遣。大哥何不趁此机会一并除了心腹大患？你说的是崔家军？
正是。大哥之前不是借了一对轻骑携着众弩给了那崔离吗？只可惜这崔离行事毛躁，让崔林逃了，结果反被这李逆所救。我也是担心崔离不懂事暴露此事，岂不是很头疼啊？大哥，此时正是让崔离谋杀崔林最好的时机啊！你想，崔林刚刚卖了潼关，李逆对之恨之入骨啊！而且如果这时候崔林死了，崔乙也不会怀疑，他一定觉得是李逆所为。崔乙只此一子，若是他老来丧子的话，他一定会跟李逆不死不休的。妙啊！逆弟自闻潼关兵败，心痛不已，夙夜忧叹。前番送笔出粮草，恐不足用，速带残部返东都休养。兄，林思王让我们速回洛阳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大概是觉得潼关这一败，正好能失去我手中的兵权。这人打仗不行，成天到晚只会动歪脑筋。父亲指派的兵马，应该过几日就到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咱们得好好谋划粮草之事了。传回消息。你派人去答复李逆，如果他能够信守承诺，保证迎回太孙，确保太孙长大成人，继位亲政，大魏回到先太子正统，我就答应了。是。父亲突然召婉娘来，不知有何要事。哦，微父刚刚得到消息，征百越大军败了。据说大都督十分震怒，命令严密封锁消息。可是这种事情，常常越是封锁，消息就越是传得快。父亲怎么看？依我看，如果是真败的话，消息绝对不会传得这么快。父亲觉得这是孙敬的计策。没错，这正是孙敬的引蛇出洞之计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谁敢轻举妄动的话，便正中他下怀。阿英，公子，桃子，我有些事要和阿英说。是。阿英，军中暗线传来消息说，孙敬征百越的大军败了。阿英，你心里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公子此番连我也骗了进去，不过是心寒而已。是因为孙敬答应咱们从瀛州退兵，所以我才拿潼关作为交换。那你为何要瞒着我？又为何要骗我？阿英，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同长大，不论你怎么想，我都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。我从未想过要瞒着你，诓骗你，只是因为你和李妮一起出去，我不想让他知道而已。公子此番好算计，算准了，只要我跟崔家军会合，李逆必然会跟着去，然后你正好行事。我是真的为了我们崔家军着想，我现在也是真的很想知道，你此时此刻是为了谁在着想，又为了什么事情而在气恼？难道因为一个李逆，你就要忘记根本，忘记咱们为什么从瀛州出发吗？阿英，
公子回去歇息吧，再多说下去也是徒劳无益的。如果算得好的话，我们能用手里这1万兵攻破西长境。你要以1万破10万？孙敬不是想引蛇出洞吗？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他佯败，我就让他坐实真败。石新郎，我有急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过来吧，啊！还不能当着我面说啊？小伟，你跟公子吵架了？没事。对了，京里传来消息，说征百越的大军败了，孙敬此刻正在封锁消息。这么说的话，孙敬身边岂不是没有多少兵马？小伟，咱们要不要赶紧通知大将军，来个2下里回身包抄？先不用。此事我觉得颇为微妙，未必不是孙敬的计谋。那皇孙，那个谁，你不让提的那个人，他会中计吗？他断然不会。他胆大心细，很少被诱之以利。孙敬佯败，我想他定能识破。而且这件事对他来说，应该是个机会，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是吗？那他会如何做？他会将计就计。你是说崔丽仍在河边缩寻埋伏？没错，咱们要与裴大将军派来的人马会合，并设下大营。你是知道的，按咱们镇西军的惯例，选营地之前，必须派出分队巡出数10里。我的小队走得远，正好碰到崔离带着人马行军，看样子是要连夜设伏。崔离既然设伏，自然是冲着那个崔公子去的呀。不过，眼下何校尉可是跟那个崔公子在一起，咱们是救还是不救啊？不救，真的不救？不救。哎，公子，崔林一行人大约1炷香时间便到。传我命令，让弟兄们做好准备，打起精神。一旦击杀崔林，所有人重重有赏。是。小伟，
三郎，咱们上次没有得手，这次再行事，务必要成功啊！此次若不能击杀崔礼，便会失去临淄王李俊这个强人。而且一旦崔林回到郡中，他和伯父都不会放过。无论如何，崔林必须死。哎，我还以为你要射何校尉呢，我看你就是嘴硬心软。公子，撤！公子！公子，撤！
你为何不等到我也被杀死了再现身？你早就到了，就到此时才出现了。你就是故意的。是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没想到，你竟然一举成功了。殿下，此次击杀崔林，属实是冒了天大的风险。不过，为了殿下的大业，倒也值得。崔公子辛苦了，本王都记在心里面，应许你的，分毫也不会少。殿下大恩，崔离谨记，日后定誓死效忠殿下。我是崔家军主帅，平凉大将军崔乙。你上来，想来有活路。大都督命我等攻瀛州，好阵者杀，敢降者杀。我全家老小都被里长看管，我若是降了，我全家都没活路了。孙姓的兵马被咱们坑了一半，还有一半仓皇逃走，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跟在他们后面，直捣西长京。大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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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率军返回瀛州的途中遭遇埋伏，受重伤落入水中，现下落不明。公子身边的人呢？何校尉呢？公子遇袭之时，镇西军恰在左近，救了一些人。镇西军的主帅李逆写了一封信，差人过来送给大将军。崔大将军，逢崔家军遇袭，恰在左近，昔为之晚矣，令公子堕河。幸其救得阿莹，深可为大将军之幸。阿莹安然无恙，于镇西军中休养。唯望大将军率大军与镇西军同取西长京。李逆这个无耻之徒，狂妄至极，竟然敢用，竟敢胁迫我！校尉，喝药了。太烫了，一会儿再喝。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公子或许被人救了呢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哎呀，也许公子被人救了，但是在养伤，所以一时无法回来。好了，桃子，你别安慰我了。他本来身子就弱，又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落在湍急的河里，只怕是再也回不来了。
从小一起长大，其实在我心里，他跟我亲生兄长是一样的，但没想到，如今他居然死无归宿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，可你身上也有伤，这不喝药怎么行嘛？咱们把伤养好了，还要赶回瀛州去见大将军呢。李逆这个坏人，竟然把咱们扣在这太清宫，还不肯放我们出去，他这是把我们当犯人关起来。不都说了吗？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他。你去找一些国府蜜饯吧，这样等你回来，药刚好凉了，我可以一口气喝。这太清宫里怕是没有什么国府蜜饯，又不能出去买。哎，要不我让他们给我2升麦子，发一些麦芽，给你熬麦芽糖，好不好？我这就去。你为什么把药倒了？我是害了镇西军的罪人，我不吃药死得快点，岂不是更中你下怀？其实你当日根本就没有必要救我。如果我和公子都死了，也能让你出口恶气啊！我不会不救你的。我不需要你救，当日不需要，如今也不需要。你们镇西军的人是不是群情激愤，一定要杀了我跟桃子报仇？所以你才把我跟桃子都关在这太清宫，用你的亲兵守卫，不就是怕你们的人想冲过来杀了我们吗？安莹，我想明白了潼关的事，事先你应不知情。你为人心高气傲，从来都是用阳谋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不屑去用，且不顾大局，不是你的做派。若真是你做的，你也会坦然相认。所以，是我冤枉你。你没有冤枉我，是我。就是我害死了你军中的兄弟，你一刀杀了我好了，何必在这假惺惺的要救我呢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不应该不相信你，但那日事发突然，我们镇西军死了这么多人，我才会理智全无，才会误解你。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校尉，你说巧不巧？本来呢，我正发愁呢，做麦芽糖啊，怎么着也得2日吧。哎，没想到厨房那儿有洛阳送来的点心，说是给李密的，我不由分说先拿了一点来。我试过了，没有毒，味道还不错呢。哎呦，这是怎么？没什么，药我刚才喝了。屋里刚才进了一只老鼠，我随手拿东西去砸，老鼠没砸到，东西却散了一地。你说啊，这堂堂镇西军统帅，哎，学什么不好，偏偏要学老鼠。这老鼠拿了蜜饯来，还惹得我们校尉不高兴。
白白浪费我1碗药。好啦，我再给你熬1碗药去。又去太清宫了。瀛州有消息吗？崔毅真的是老奸巨猾，孙敬派过去的兵马被他坑了大半，还有一半被崔毅追击，且战且退，快到福州了。崔毅怎么说？他倒是痛快，答应了咱们的条件。不过这个老狐狸要咱们活捉崔离，估计是想为自己的儿子亲手报仇。大哥那个人担不起什么责任，崔离藏在他那儿，说太平无事还好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他必然会交出崔离。是啊，石相，太清宫的那几位既然不曾与崔林共谋，而且又是崔乙指名要保全的人，其中的缘由，我定会向军中的同袍解说。还有，崔乙现在既然答应了和我们一起出兵，也算是给兄弟们报仇了。但是石七郎，太清宫你真的要少去了。那个何校尉是崔家军的人，你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们俩交往甚密，不妥的。阿勇，我跟你说过，是我有愧于他。可是石七郎，你要记住，陛下现在已经登基了，你是陛下之子，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将来不可能娶崔家军的女人，就算是侧室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既知不可为，为什么不早了断呢？石七郎，只是你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你以后的婚配，必定是陛下为你赐婚，选中的人也必定是京中的名门闺秀。就算你向陛下相求，他也会为你找一个堪做王妃的人。石七郎，你是不可能娶她的。此事言之尚早。你说李逆他领着兵不进洛阳城，反而扎营了，是什么道理呢？李逆派人给父皇的奏书上说的是大军不便于进城，驻于城外，便于军机云云。哼，这明明就是打了败仗不肯进城，还有脸面给父皇上书说要去收复什么西长京。大哥，崔家公子如今死了，崔乙必定是怒火中烧啊。他不进城也好，免得到时候万一崔家军来了，祸及了洛阳城。皇孙既然传信来给父亲，想必是有了破西长京的计策。雷尼在信中说，希望我能够暗中联系朝中的旧臣，将孙敬征百越惨败一事散播出去，使市井乡间皆以为大败是真，最好能令粮价飞涨，这样最易动摇民心。父亲，您觉得皇孙是何计策？此人机巧善变，我也实在是看不出啊。不过，看他打算搅乱城中民心，一旦这城中乱起来，他便有机可乘。回忆回到最初那一刻，当心底的伤愈合，收紧我这彼岸的蛊惑，执念中你曾来过，
心在纠缠着依依不舍，撕裂了伤人为你活着。流年碎了，而我都记得，转身回望你的是我。当一念难舍，难割舍，当我为你爱过，多想紧握着片刻的温热。谢谢你，不疼吧？不疼。此生只为你活着。当记忆沉默，心已落，忘了死生离合。多想只留在有你的一刻，我在你身边停泊。当一念难舍，难割舍，当我为你爱过，多想紧握着片刻的温热，多想此生只为你活着。当记忆沉默，心已落，忘了死生离合。我想只留在有你的一刻，我在你身边停泊。你要想下棋，我给你找一套便是，何必这么辛苦，自己打磨呢？公子喜欢下棋，我曾经答应过他，一定会送他一套我亲手打磨的棋子。阿莹，副帅终于答应咱们可以率军出瀛州了。时机总是稍纵即逝，咱们可不能错失良机啊！真的吗？阿莹，我知道，这是你心心念念的。自从那个孙敬谋逆，你就想要放手一搏，逐鹿天下，问鼎九州。公子是知道我所思所想的人。阿莹的所思所想，自然就是我的所思所想。只要你想去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做到。谢谢公子。既然我把这事儿给办到了，那上次你答应我的，可不能忘哦。我当然记得了，公子说过想要一套棋子。公子放心，等行军得闲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亲手打磨一套送给公子。那倒不用，只要是你亲自挑选出来的乐料，到时候我让玉工琢磨，是一样的。那不行，一定要我亲手打磨，这是我的心意嘛。但是现在，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当面送给他了。公子为了我，中枪坠河，尸骨无存。我现在只能为他立一个衣冠冢，为他打磨一套棋子作为陪葬。怎么？这你都不允许吗？一定要说着负气的话吗？我没有说负气的话。公子是为我死的，我不应该为他伤心吗？我不应该为他难过吗？所以，你还是怪我没有救你们家公子是吗？是，
所以你这么伤心，巴不得跟他一起去死是吗？是。李妮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直都在骗你。我早就轻信我们家公子，所以我从来都是骗你。西长京是我骗你去的，潼关之事是我和公子早就谋划好的。我就是想要骗你，想骗得你一败涂地。但是现在公子死了，我把你也拒会，不想再骗你了。来吧，一刀杀了我吧！你真的是知道如何让我伤心啊，所以才跟我说这话。我知道我冤枉了你，伤了你的心，所以你要说这话伤我的心，是吗？我伤什么心啊？我为什么要伤心？我一直都在骗你，我何谈伤心啊？我是骗你的。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，都是假的。可我对你都是真的。我不管你是真喜欢你们家公子，还是假喜欢你们家公子，我对你就是真心的。从第一天见到你，你把我踹到井里了，那时我就在想，如此凶狠狡诈之人，下次我见到他，一定要把他踹到井里。可后来我没有见到了，我本来可以对你下狠手，我没有这么做。我犹豫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天在太清宫，我和你打了个赌，结果我输给了你，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高兴。因为我终于知道，其实你心里也喜欢我，你心里也有我，所以你口口声声说你骗我，你不喜欢我，说从前都是假的，我不会相信，因为你对我都是真的。你哪怕再生我的气都好，不要拿自己的身子怄气。你身上有伤，好好吃药，也不要不吃饭。嗯，怎么还没发芽？难道是天太冷了？桃子，好久不见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桃子，桃子，你为什么又不理我了？
我帮你。哎，桃子，桃子。这老鼠又来了。这老鼠来一次，你就发一次脾气，肝气郁结，我真是担心你这伤啊，迟迟都好不了，心里不好受。要不咱们吃颗乳糖？这老鼠也真是的，明知道我们校尉看见它就想砸它，还敢拿糖来。那咱们把药喝了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破了皮而已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就算是公子九泉之下，看见你这样折磨自己，他也是会很心痛的。来，方才你跟李妮吵架了？是啊，我把他骂了一顿，说了好些狠话，但没想到他反倒什么？没什么。校尉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李妮不相信你，更气他在危难的时候作壁上观。公子的死，你又伤心又自责，可你总这么难过下去不是办法，你总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的，是不是？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咱们现在困在这儿，还不知道大将军该如何担心呢。还是要想个办法，脱身回应州。校尉，要不咱们就从李逆身上下手，好脱身回瀛州。小老鼠偷灯油，偷不着偷蜜糖。哎呀，你晚上就喝了药，你饭也不吃，这样下去肯定会有伤元气。我给你带了一罐蜂蜜，给你烙了个饼，你要不就吃一点。多谢皇孙关心，我不饿。你就算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吃东西啊。皇孙何必要这么关心一位阶下囚？天太晚了，男女有别，皇孙在这里实在不方便，还是赶紧走吧。我只是想请你留下来多待几日，你并不是阶下囚。
皇孙何必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？我们家公子已经死了，何某一介女流，对于皇孙挟制我们崔家军没有任何用处。既然说我不是阶下囚，那你为何不肯放我走？因为你身上有伤。当然，你如果晚来一刻，我便也已是江中冤魂，何必还要在这关心我有没有伤？你就算不为我，也要为桃子想想。她成日急得要哭，担心你伤势恶化。你说你药也不吃，饭也不用，这样下去真的会伤了元气。你不要妄想用我身边的人来挟制我。我跟桃子情同姐妹，她如何我如何，我们两相自然之道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既然还生我的气，那我先走了。不要带着怒气睡觉，对身体不好。桃子，桃子，我来帮你拿。桃子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可不可以别不理我了？哎，桃子，你采药去啊，我陪你一起吧。桃子，陛下下旨封我为秦王，令我为行军大总管，收复西长京。圣旨是昨天晚上到的，不仅封了你为秦王，还改封会稽王为齐王，临淄王为信王。唉，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若收复不了西长京，那就该问我罪了。石七郎，要不然上书辞一辞。辞什么？陛下都下旨了，但我就做秦王，正好以行军大总管的名头，可以名正言顺调遣天下秦王之师，收复西长京。这一次，城里面就靠你们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石七郎，我们一定会按你说的办，把这西长京啊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就是，哎，咱们兄弟别的本事没有，闹他个天翻地覆这种事儿再拿手不过。是啊，这次我伤还没好，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去了。我替你去，给你闹个双份的回来。现在城中暗流涌动，敌我莫辨，你们千万要留心，行事必须谨慎。还有，务必保自身周全。你就放心吧，等攻下西长京，我们再回来同你们喝酒。喝酒，攻下西长京，回来一起喝酒，一起喝酒。走。相爷，现城中谣言四起，近几日粮价飞涨，人心惶惶。都说那孙大都督派去伐百越的大军败了，城里都说那韦帝的儿子李逆刚刚被封秦王，眼看着就要攻打西长京，都说他是天煞星下凡。
真可大都督的。还说什么了？还说秦王派奸细在井水里下了毒，闹得人心惶惶的，都不敢食用井水了。还有人说那太仓里其实是空的，连半颗粮食都没有。这粮食啊，早就被伐百越的大军拿去当了军粮了。只要秦王一围城，这城中的百姓都会被活活饿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命令下人严守门户，不得出门。是。你可明白了？秦王这是想搅乱。正是，秦王正是想搅乱民心。现在就看宫中那一位会如何应对了。把那些妖言惑众的人都抓起来，杀了！大都督，只怕这造谣之人别有用心，所以才要杀。不仅要杀，我还要株连九族。我就是要看看，到底还有谁再敢胡乱造谣生事。是。今日怎么这么早过来？你从前不喜欢这些脂粉，今日怎么热衷起来了？也许是那一日，在镜中看见自己的白发吧。阿静，是否前朝有事？你不用同我讲，我跟你出去散散心。我自起兵，一直觉得天下九州ful时可得，没想到李逆率领镇西军竟然一路杀过来，剑指西长京。潼关是两京门户，只要潼关在手，李逆就算是有洛阳，也无用武之地。崔乙奸险，他若是和李逆联手，时局便会艰难起来了。不会的，崔乙别有私心，否则他不会派军出瀛州。李逆是伪帝之子，两个人各怀心思，断不会轻易联手。我本不应该同你讲这些。走，打马球去。好。怎么，你打算这辈子都不理我了？秦王殿下多虑了。如今殿下刚刚封了秦王，想给殿下献殷勤的人多了去了。殿下又何必这么在意我？从前叫我皇孙，如今叫我殿下，你就不愿意再叫我十七郎了吗？哎呀，还是这里舒服呀。
我年幼的时候呢，我奶娘哄我说，我要是有什么心愿的话，就折一个竹蜻蜓。等它落地的时候，那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我那个时候呢，特别想见到我阿娘。别人都有阿娘，就我没有。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竹蜻蜓，翻到墙上，一只一只的往下放。直到全部放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奶娘是哄我的。这一个心愿，无论折多少竹蜻蜓，都无法实现。人们常说，傻事做了一次之后，就不会再做第二次了。可我还是做了很多竹蜻蜓，因为是你，为了你，再傻的事情，我都愿意做。阿英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随意误解你了。那你就别再关着我，放我跟桃子回瀛州去。这我无法应允。那我跟殿下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还有新清雅致在这里钓鱼啊？怎么，崔乙的大军来了吗？还没有，在路上，慢得很。石七郎，你说这个崔乙会不会另有心思？这西城京城里情势万变，如果他再不快点的话，我就怕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啊。他被我胁迫，当然不情不愿了。再说，我兵少，他兵多，攻城他却要出全力，你说他肯速速前来吗？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大将军已经。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说不定可以脱身。校尉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想到好办法。只是此事要从长计议。李逆这个人绝顶聪明，如果不计划周详，肯定还是难以脱身的。李逆呢？那个耳朵一直跟着我，我不搭理他，他就喋喋不休的。说起下午的时候，李逆一直在河边钓鱼，他还问我想不想吃鲜鱼呢。钓鱼？谁啊？殿下，是我，桃子。请进。殿下，小裴将军。殿下，校尉天天喝药，饮食减了大半，人也清瘦了不少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。今天校尉喝完药，突然说他想喝鱼丸汤，我就赶紧去问厨房了。但是厨房说今日不逢集，也只采买了一些蔬菜。可巧，我看到那水桶里养了几尾活鱼，可他们说那是殿下今日在河边钓的，所以不敢擅自做主，我就前来询问一下殿下。难得他想吃点东西，我去厨房做吧。那就不劳烦了，我来做就行。没事，鱼丸捶打讲究巧劲儿，我来。如此的话，那就劳烦殿下了。桃子啊，
你回来了？是啊，是我来了。趁热尝尝吧，凉了就腥了。嗯。嗯。好吃吗？倒是挺新鲜。你啊，就应该好好调养一下。就算再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爱惜自己。日后你要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都找人给你去买。你就真的不怕我趁机传递消息，然后一走了之吗？你若是走得了，我也有办法将你半路截回来。你不信的话，尽管一试吧。孙敬征百越的大军并未真败，只是瀛州兵败，只怕孙敬会速速召回百越大军，他又掌控了潼关，对你是两面夹击。除非你能在百越大军回朝之前攻下西长京，但是以镇西军如今的兵力，怕是做不到了。说的真好，不过我还是不会放你走的。殿下真是知我甚深啊！你也知我甚深啊，彼此彼此。桃子，你药材买齐了没有？那个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能不能理理我？只要你能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说我为什么不理你？那天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跟校尉被别人追杀，你们不管不顾的。你和你们家秦王一样，薄情寡义，见死不救，铁石心肠。不是的，那一天我也很着急，我也很想冲下去救你的，但是军令如山，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再说，我们镇西军的兵卒是从来不会违反军令的。狡辩！我没有狡辩。那一日，十七郎他也是有分寸的，他那时候张着弓搭着箭，他不会眼睁睁看你们出事的。哎，桃子，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呢？要不我陪你上山采药，或者我陪你买好吃的。哎，你还要吃猪耳朵吗？只要你愿意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说的，我让你做什么都行的。嗯。我除了放你和何校尉离开。你不是耳朵挺好使的吗？你不会真的要吃我的耳朵吧？我呸！谁要吃你的臭耳朵了？我是说，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个哨子。哨子？嗯，这个哨子呢，只有你一个人能听得见。以后我有什么急事找你的话，我吹那个哨子就行了。听起来挺难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做到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桃子，你接下来不会再不理我了吧？现在不生气了吧？看我的心情吧。唉，十七郎刚刚去见了何校尉，结果又吃了闭门羹。活该。桃子姑娘，其实十七郎真的对何校尉很好的，要不你帮忙在校尉面前美言几句，让他消消气。他要是真对我们家校尉好啊，就不会拿这些破烂药材滥竽充数了。我们家校尉的伤到现在还没好，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桃子姑娘，你别生气，这样你开个药方给我，我来买。如果这附近买不到的，我就去西长京或者洛阳买，怎么样？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行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开药方。好，继续扇，不要停啊。哦。
哎，干什么去？哦，何校尉的伤不是迟迟不见好吗？这里药材有限，所以桃子姑娘给了我个药方，让我去把药买齐。哦，对，桃子还说了，只要把这药买齐，她就会在何校尉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让他消气。龙骨、冠叶连桥、马蹄街、海服时春不见、伊贝母，这么多药材，还特地指定了药铺，药铺之间相距又这么远。桃子说了，哪一家药铺药材最好，她最清楚。如果我到时候随便糊弄过去，她一闻就知道，到时候肯定饶不了我。嗯，辛苦了。那我去了。嗯，哎。桃子又没让你一家一家去买，你派人分头去买，岂不更快？桃子姑娘拜托我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让别人去做呢？再说了，不就多跑几个地方吗？我脚程快，不会耽误的。那我走了。回春芳，终于找到了。掌柜的，帮我抓一下这个马蹄筋。啊，你那药，哎，谢谢。这是银钱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你慢走啊。哎，桃子姑娘，桃子姑娘，我要买齐了。这么快？你不会是偷懒，没有买全吧？没有，我都是按你的单子一家一家买的。我看看。嗯。怎么样？嗯。那桃子姑娘，你可不可以在何校尉面前帮十七郎美言几句？行吧，看在这些药材的份上。哎，我再检查一下。哦，检查。阿莹，我看今天天气不错，我给你折了桂花。阿莹，阿莹，那我把花放门口了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成网，落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还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哎，小伟，今天又有新鲜的花，我把昨天那束给换了吧。小伟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看这次秦王，哦，
是真心给你赔礼认错的。他不是说了吗？他不该不相信你。其实公子的事儿是崔离那个小人所为，也怪不得他的。奇怪了，你今天怎么在帮他说话呀？哎呀，小魏，我是为你着想，好不好？我看这秦王啊，对你真是挺用心的，他还派人四处采买药材呢。哪怕天天看你的脸色，也想在这太清宫一直陪着你。其实啊，我也知道他是真心赔礼。我也不应该再生气了。若是旁人这样，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。但是旁人怎么能跟他一样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说嘛，再说我要生气了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画画。大将军，有消息了。石七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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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个好消息。怎么？桃子说他费了万千好话，终于说动了何校尉，让他答应跟你好好见一面。所以今天晚上他们在莲池设宴，到时候桃子会见机行事，留你们两个单独说话。哦，对，桃子还说，姑娘家嘛，总归是心软的，你到时候要以诚心相待，多赔不是，这样定能够让何校尉消气。替我多谢桃子姑娘。好。哎呀，快点儿！身上有伤，别喝酒了。那日我们在太清宫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恍如隔世。是啊，阿英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哎，你干嘛？他们打起来了。打情骂俏，先打起来，自然就和好了嘛。再说了，就算打起来，你们家那个十七郎他能吃亏吗？别打扰他们了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哦，我有点饿了，要不咱们去吃唐敏家的点心吧？我一直听说他们家的点心在东都特别有名，一定很好吃，我想去尝尝。走，我带你去。你干什么？你手上的伤好些了吗？棋子磨好了，手上的伤自然也就好了。你为你们家公子亲手打磨了整套棋子，连自己手受伤了都可以不顾，但你却没有亲手为我做过些什么。
谁说我没有为你做过什么？你为我做过什么？这是你亲手做的？在潼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做了。本来一直想着找机会送给你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是一个忘情负义、见死不救的人，我还是烧了算了。怎么能烧了呢？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只要你不生气，哪怕你一天骂我1000句、10000句，我都会乖乖听着。呸！谁愿意骂你？我打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一只手记不好，能帮我记一下吗？它不够紧，你看一下嘛，要不然你不就白送了吗？嗯。我看看。你我终究是敌非友，今日一别，再相见时，恐怕要在战场上以命相搏。17了，多保重。耳朵呢？他晕过去了，我多次的量诊，保管他3天都醒不过来。真狠，小薇教的好。团家，团家，麻烦把我们送到对岸，越快越好。快了，嗯。
秦王，哎呀，你叫我呀？嗯？哎，秦王殿下好计策。哎呀，这不是将计就计吗？那日看到桃子给程二的药单，就有所怀疑。果不其然，你们不仅通过药铺联系上了崔家军，还故意演了一出好戏，为的就是让程二真的以为桃子为我美颜，而你也真的被说动了，就是为了设一场宴，刺晕我，以便逃脱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，就一直看着我们做戏。我这不是了解你吗？不让你试着逃一次，你怎么会甘心呢？好了，现在就带你们回到你们的住处。走喽！哦，大都督，前往崔家军中的使节，被崔乙抽了一顿鞭子，逐了回来。哎呀，崔乙这个脾气啊，倒是一点都没有改。崔家军的前锋已经到了九曲口，看样子是想渡河。若崔乙渡河，与李逆联手合围夹击西长京，京中又人心动荡，只怕于大局有碍。大都督，咱们要不要趁他渡河，中流击之？崔乙素来老辣，他若是敢从九曲口渡河，势必要想到那里河滩水浅，渡河易，伏击也不难。不对，他是不会从九曲口渡河的，八成是虚晃一枪。崔乙的儿子不是被人劫杀了吗？我看他此番未必是冲着咱们西长丁来的。放他渡河。大都督，若崔家军渡河之后，与李逆放他渡河。他若是敢火中取栗来攻我们西长京，那我就跟他决一死战。他要是奔洛阳去，那我就派出兵马，趁隙剿灭李逆。小心他。桃子，你们家校尉身体如何？还缺药材吗？托殿下的福，药材倒是不缺了。你心里明白，我们校尉的病都是被你气出来的。哎呀，这可糟了！说些让你们家校尉更生气的话吧。由于汲取了这一次教训呢，我又重新派重兵把太清宫这里里外外都围得跟铁桶一般。我更是派了几十名斥候，又把每一个出口死死的盯着。这次你们若还是想逃出去，我都替你们捏一把汗。秦王殿下，想必你已经计划周全，准备在西长京城中一击必中了。这再严密的计划呢，都会有纰漏，谈何周全，又谈何一击必中呢？既然还没有周全的计划，那不如这样吧，我来替你谋划，杀了孙敬，然后你放我离开，如何？这不划算，我不答应。我竟然不知道殿下如此看重于我，小小女子，难道还贵重过孙子呀？崔乙独女，自然贵重过孙子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校尉是大将军的女儿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怪不得你一直不肯放我走呢。桃子姑娘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家何校尉说。
其实我在救了你之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崔大将军。崔大将军，逢崔家军遇袭，恰在左近，昔为之晚矣，令公子堕河。幸其救得阿银，深可为大将军之心。阿银安然无恙，于镇西军中休养。唯望大将军率大军与镇西军同取西长京，灭孙贼，平叛秦王。届必可令凤凰归巢，完璧归于赵。我说你安然无恙，恳请他与我一起平叛孙贼，收复西长京。崔大将军虽然回了我的信，但殿下想说什么？不如就直说吧。我也终于知道，当初率娘子军力战不降在瀛州郡城的武烈夫人，就是你阿娘。武烈夫人姓贺，随你化姓氏为和，自称和氏。我这几日就常在想，武烈夫人是何等英杰呀，崔大将军又是何等人物，才能生出你这样的女儿啊？你这是在打探？是啊，崔大将军其人，我没有半分把握，所以只能这样请教喽。那或许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知道父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为什么？我总觉得他跟你一样，聪明过人，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。不知道我这样得罪他，他会如何发作呢？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拿我威胁他，父帅会作何反应，自是不必说。若是你落在了他的手中，8成他会拿鞭子抽你。哎呀，那我可得小心点，不能落入他的手中。大将军，前锋诸部已尽数渡河。中军罢营吧。罪魁祸首竟然藏匿在洛阳城中，敢杀我儿子，我崔家军当然要还眼了。什么？崔乙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？何校尉就是崔林，死了的那个崔林就是个幌子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石七郎，你是为了娶那个何氏，所以编了一通瞎话来骗我的，是不是？你仔细想想，从前崔公子对何校尉的态度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我有没有必要骗你？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才把他扣在了太清宫，不肯放他，然后在这里布下重兵。你是想用他来胁迫崔乙？这怎么能说是胁迫呢？自然是请平凉大将军崔乙，看在我们镇西军援手相救他爱女的份上，与我等一起秦王平叛，收复西长京。喝药啦！来来，今天秦王送的花还挺好看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？变成什么样了？变回我们家以前的小姐了呗。哎，我想着，过几日，兴许就能回到父亲身边了。这病若是总好不了，岂不是要让他担心啊？你已经想到脱身的办法了？只怕父亲已经率军赶到洛阳城外了，局势风云变幻，这个李逆
困不了咱们太久了。那太好了。我只是在想，要是公子能够侥幸脱险，那就真的太好了。不然，这会是我终身的遗憾。好啦，如果公子知道的话，他也希望你能够不要多想，保重好自己。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，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。这是母亲殉城以后，父亲告诉我的。石七郎，有消息了，孙敬果然出兵了，他兵分2路，一路去了洛阳，一路直奔咱们大营来了。果然被你料到了，孙敬这个老贼，真的趁崔乙攻打洛阳城之机，派兵攻打我们镇西军，而且还派了一支军队去了洛阳城，看来是想白捡这个便宜啊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杀他们个猝不及防。天气都凉了，哪来这么多花呀？秦王不是命人每天送来1束花吗？我就把这花瓣、花蕊啊都给摘下来，能入药的入药，不能入药的就入玉，绝不浪费。我们家桃子还真是不嫌麻烦呢。每天待在这儿，闷都闷死了，总得找些事情做吧。这之前秦王送来的衣饰还真是挺好看的。小薇，我觉得你还是这样打扮最好看了。你呀，就是喜欢我打扮成这美娇娘的样子。咱们校尉在军中那也是十分的英姿飒爽，但你难得像今日这般精心打扮，我还是觉得你这样最美了。今日怎么秦王迟迟没来？我猜他肯定是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，搞不好副帅已经到了。洛阳城里可得争口气了，能挺一刻是一刻。若洛阳城破了，孙晋的人马马上就会调转过来和他们会合，来夹击我们。到时候啊，就大大的不妙了。老四，咱俩赌一把。什么？就赌这洛阳城，他能守到几时几刻？不跟你赌，不跟你赌。洛阳恐怕是一时半刻也守不住。哎呀，一帮莽夫！如今只能指望崔乙能够阻孙敬一阻了。真的，大将军真的来了。我虽然是猜测，但是8、9不离十。这些年，崔家军都以公子的名号在外征战，副帅一直久居瀛州，但一朝出手
便大破孙敬之军。李逆这个人心思缜密，他摸不清父帅的行事做派，便不会轻举妄动。那秦王到底想干什么啊？难道他想跟大将军开战？上兵伐谋，其次伐兵。李逆的上上之策，肯定是想拉拢父帅，合纵连横，收复西长京，力保李氏江山不失。啊，这个李逆想的还挺美的。小姐，你可什么都别跟他说。这次大将军来了，可得好好揍他一顿，给咱们出口气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不跟他说。再说了，父帅是何等人物，又何须我说呢？十七郎，俘虏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而且还有些伤兵，也给他们上了药。咱们这一仗又折损了孙敬不少人马。撤！十七郎，崔义与申使从丰台门攻入洛阳，西王和齐王还有陛下皆无消息。哦对，崔义还派人送了封信过来。今奉陛下及信王、齐王于洛阳，以贤义之诚，望殿下即刻送还我崔家军人，否则必提兵相见。果然是有其女必有其父，真的是半点亏都不肯吃。殿下，请用茶。来，谢谢。这护腕还带着呢。是啊，取银针时费了些功夫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取下过了。连护腕都只有这一个，殿下何至于如此窘迫？若有人愿意再送我一只，我自然乐意收下。殿下军务繁忙，既特意到此，想必是我父帅令殿下看到了他的诚意。我之前呢，还好奇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与你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你不愧为他的女儿，他也不愧为你的父亲。这话如何说啊？你的父帅呢，已经不费吹灰之力攻入洛阳，我父亲和2位兄长全部被你的父帅俘获。父帅生性豪爽好客，想必陛下也会十分适宜。你说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是像你父亲多一点，还是像你母亲多一点？别以为你跟我说这些甜言蜜语，我就会忘了你把我关押在此处之仇。你父亲这般好客，我哪敢再留念？只是仅此一别，再相见时，不知何时何地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走啊？崔大将军写了信，说希望明日就能见到你。我哪敢不从啊？明天啊？明天。实在太快了吧？那
你试试。你真的做出来了？你能听到？啊！以后只要你吹响它，我就会立刻到你身边。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我就是想吃猪耳朵。我给你去买。哦，你别难过，我很快回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真的要现在去买猪耳朵吗？那，你不是说你想吃吗？你呀，真是蠢的不可救药。哎，哎，在这儿呢。嘿，嘿，哎。十七郎，你不是说这周围有重兵把守，还有好多斥候吗？是啊。那如果我们从这儿悄悄溜出去，会有人发现吗？试试。来，比谁先到马厩。好啊。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漂泊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殿下，剑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见翻横渡桑天沧海，勇壮着飞扬。不知道这样算谁胜谁负？那就再比一比，看谁能先到乐游原。书上贴点相连，陪你天涯中间，风雨并肩还原，红尘无悔无恨。夕阳下正那边，陪你天涯中间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恨。乐游原上遥望京都，果真很美啊。其实，
我一直都很好奇，你究竟是怎么样知道我的身份的？崔家大小姐的气度，自然不是普通人可及啊。我的身份还有和公子的关系，别人都不怀疑，怎么偏偏就你能看出来？当初呢，你骗我说你是崔公子的侍妾，我便对你的身份起疑，于是我便设宴试探崔公子，更是佐证了你的身份并不简单。你和你们家公子名为主仆，实则他对你更近几分。加之洛阳城之前，我又撞破了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御敌。我就知道，当时你挑开我的面具，不免会疑心。可是当时我只是带公子上阵，你又如何能确定我就是父帅的女儿？当日你在潼关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救崔大将军，在旁人看起来可能全无破绽，但经过我细细琢磨之后，我总觉得不对，终于就被我猜到了。原来你早就知晓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你不是崔家女儿，我也不是李氏子弟，我们之间会不会就不会有这么多隔阂和波折？石七郎，身份天注定，你我都无可奈何。是啊，当初战乱突起，我以为这乱世是无人能救了，不忍看天下黎民百姓遭受战乱之苦，所以便请求父帅，让我跟公子率我们崔家军南下。当时不过是为了能够早日让天下平定，但是没想到李家却出了你这样一个人。出狱之时，有没有令你颇为头疼？彼此彼此。石七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有一天可以收复这西长京，此番大乱平定之后，那天下究竟需要一位什么样的君主？你的父皇年事已高，信王、齐王皆非良主。还有太孙，我想将太孙寻回来，劝说父皇立他为主君。他天资聪颖，辅以良师，未来一定会是一位好君主。那如果太孙寻不回来，又或者你的父皇根本就不愿意立太孙为储君呢？我们私奔吧。待到天下太平，寻回太孙之后，我们就离开西长京，一起去劳兰关，过逍遥自在的日子，好不好？虽然知道不是真的，但是听你这么说，我还是很高兴。当日我们约定，等到海清河晏之时，同游乐游原。可惜天下未定，明日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。会有那天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先游乐游原，再去劳兰关。我们一起骑马驰骋，去看看这山河，好吗？好。
明日分开，再见，就不知何时了。当日得你所爱，今天完璧归赵了。阿莹，你跟你们家公子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？我看你是对这件事情尤为在意。那当然了，我第一次见到你们就那么亲密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公子他八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清楚，我心中便不再有猜忌。以后呢，保证也不问了。公子的本名叫做柳成风，小的时候他救过我。他父母早亡，所以爹爹就把他收养成了义子。我阿娘年轻的时候受过伤，身子不好，所以跟阿爹结离10年也未生育。但那个时候，爹爹已经是边陲大将，朝中为了牵制爹爹，借口他无子，非要赐给他一位夫人。后来阿娘心一横，到处研医问药，最后终于有了我。可惜还是无法应对朝廷，阿爹便谎称自己生了个男娃，按照崔家的排行，取名为崔林，奏报于朝中。原来如此。后来，阿爹在瀛州对抗街硕，阿娘力战殉城，朝中追封阿娘为武烈夫人。阿爹感念阿娘的情谊，再未续弦。后来阿爹也把我当成男孩一样养大，但在我7、8岁的时候，女孩的样子再也掩盖不住了。阿爹就让柳成风顶着我崔林的名字，在军营中行走，以免我是女子一事被揭穿。公子因为我从小到大遭受了不少危险，就连他的名字也不被人所知，所以他活生生的活成了我的影子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他当作兄长，自然要比旁人亲近一些啊。你把他当兄长，他心里可不这么想。他都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要这么介意吗？怎么总是说我？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顾相家的那位小姐十分中意你，在西长京的时候还不顾危险到客栈来给你报信，你就不感念人家的情谊吗？顾小姐同我和我同她可不一样，她十分中意我，我又不中意她，只好令她失望了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十七郎，你唱首歌给我听好不好？我哪会唱歌啊？我就只会哼一哼劳兰关的小曲儿。劳兰关的小曲儿也好啊，我想听。这些乡野民歌啊，可比不上阳春白雪，都略显粗糙了一些。崔小姐，多担待。绝不嫌弃。好。劳兰河水18弯，第1弯就是那银松潭。银松潭里的鱼儿飞呀，
壁炉上那姑娘推开了窗，老蓝河水十八。唱的不好啊，是有点走调，那你还让我唱？但是很好听。真的吗？嗯，那我认真唱一遍。好。那我要认真站起来唱了。老蓝河水18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滩。银松滩里的鱼儿飞呀，一路上娘的我儿美。老蓝河水18弯，第二弯就是那金鱼滩。可以啊。你要再不醒来呢，我就要亲你了。我真亲你了啊！世界，你给我坚定的信念，在绝境中唯一的光是爱不灭。你最承受过的离别，每秒找寻你的黑夜，无畏荆棘刺伤，不让爱到最后。越过黑夜，绝境冒险，让心炽烈，你在身边，我的身边，奔赴这永恒的我们的誓言，生长着，倔强着，不妥协，踏过命运背负执念，也不放手和你并肩，在破碎中完成我和你的世界，用守护着永远，路上你给我的信念，无畏荆棘刺伤，我们直到最后。我们都穿过黑夜，无畏荆棘刺石七郎，我们走吧。何校尉，请。舒服。
公子，你终于醒了。小薇，小薇没事，小薇真的没事。我看到镇西军从山上冲下来，定然是救了他。公子好好疗伤，咱们还要回去见校尉呢。来，将军，大将军，回来就好。秦王，信王、齐王，我已经派人送回你营中了。至于你父亲，你既然来了，待会儿就亲自接走吧。崔大将军心怀大义，李逆感激不尽。今日秦王既然来到我营中，不如进帐一谈。好啊，正有此意。咱们可算是回来了，你也终于见到大将军了。父亲都瘦了，你别担心，刚刚我望了望大将军精气神，他定然康健无恙。校尉你就放心吧。校尉，你真的不担心啊？担心什么？这可是在咱们崔家大营里，那李聂也不敢把父亲怎么样的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你难道不担心大将军会对秦王如何吗？你说大将军把秦王请入帐中，会不会埋伏好了弓箭手，只要等他一进去，他就摔背为号，立刻将他杀了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萧伟，你是相信秦王，还是相信咱们大将军？如此笃定的说不会，这两个人我都不信。这个簪子怎么会在秦王的身上？是崔小姐所赠。秦王以为凭借此就可以有恃无恐吗？崔大将军误会了，今日送崔小姐归来，是另有要事，要与崔大将军商议。秦王恐怕是想借我崔家军之力，收复西长京吧。之前秦王曾写信胁迫于我，今日还亲自送小女回来，想必秦王是觉得老夫不敢取秦王的项上人头。但是两个我都信。你这又是打什么哑谜？我听不懂。你这是着什么急啊？哦，我差点给忘了，是不是那个谢长儿也来了？所以你担心大将军把秦王杀了，连带秦王带的人也一块给杀了。小薇，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就会打趣我。大将军，阿爹，吃饭啦！来尝尝我给你煮的面条，可香了。阿阳啊，你怎么不问问秦王去哪儿了？难道阿爹还会把秦王杀了不成？敢扣我女儿，还敢写信胁迫我，难道不应该杀了他？
那阿爹还扣了他2个兄长，还有他父亲，所以你看，秦王只能乖乖的把我送回来了，2相抵过，这样算起来，我阿爹还赚了呢。我正想问你呢，嗯，你怎么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送给秦王了？那是他赢了，我给他的彩头。什么赌约呀？值得你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做彩头啊？是这样的，阿爹，当初在并州的时候呢，那个韩立翻脸不认人，我跟李逆呢都是性命危在旦夕，所以我们俩就打了一个赌，谁要是赢了，那另外一个人就来帮助这个人成功逃脱，输的那个人就留在并州来做接应。李逆他输了，所以他就帮我先行逃脱，我就把我的簪子送给他当做彩头了。胡说！明明是你赢了，为什么要给他彩头啊？难道他当时是故意输给你的？阿爹啊！阿莹，你别被那小子骗了。他要是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安然脱困，又怎么会让你知道？阿爹，你的阿莹有那么傻吗？那可不好说，突然间犯起糊涂来呢。总之啊，这小子骗了我的女儿，还把你扣在太清宫里，实在是可恨。对，确实可恨。现在李逆终于落在我的手里，杀了他，正好解我心头这口恶气。如今东都已经在我崔家军的掌控之中，收复西长京，这天下就可以太平。你当初出瀛州，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，就要实现了。阿爹，你要是此时杀了李逆，那天下百姓就再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当初在瀛州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皇室李家昏聩无能，天下唯有能者居之。那当时这不是不认识李逆吗？哎，阿爹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个李逆呢，他自出劳兰关，能征善战，最难得的是他没有功利之心，只想平定叛乱，然后就重返边关。他是一个能担大任，却怀有一颗慈善悲悯之心的人。这样的人啊，才是战乱之后最好的君主。要不然，以后无论是谁上位，必定还会天下崩坏。你向来眼高于顶，没想到李逆竟如此得你轻言。我已经把他杀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他了。我不信，阿爹是不会杀了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了解您啊，就算阿爹再恨他再恼他，也要等咱们收复了西长京，再过河拆桥，把他杀了。照你这么说，留下秦王还有几分用处？当然有用。爹，哎呦，我女儿说了，留着你还有用，就暂且不杀了。你也真是的，打不赢我阿爹就不会逃嘛，绑成这样关在箱子里，很舒服啊。倒也不是打不赢。我就是打不赢，但也不能逃啊！我这不还指望崔大将军能够助我镇西军收复西长京吗？原来阿爹是答应秦王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了，多谢阿爹！这回你可放心了，也不催着阿爹用饭了，也不管那面是不是坨了。马上重新再煮一碗。嗯，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
这是刚才绳子勒的。没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你可真傻，小仗则受，大仗则走。这么大一个人被捆得结结实实，窝在箱子里多久了？不怕伤到筋骨吗？也没多久。就是呢，在你进来之前，大将军跟我说，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，可以，但他得先把我绑起来，关进箱子里，看看你的意思。如果你想杀我，那就不用等出兵了，他就立刻一刀砍了我脑袋。但如果你想留我一条性命的话呢，他就答应我，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。你就那么有把握？我不想砍你的脑袋啊？也许我是故意把你骗到崔家军大营里来，好报仇雪恨呢。毕竟你把我在太清宫关了那么久。你生气了？当然生气了。你真记仇啊？当然记仇。那你让你阿爹一刀杀了我，也不解恨啊？哎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看，一辈子这么长，要不从今往后，你就天天折磨我，使唤我，开心了不开心了都拿我解闷。我觉得这样才更解恨，你觉得呢？你想得美。我当然想得美。怎么办？说什么好？嘿，哎，桃子，吃吧。你刚刚怎么啦？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走来走去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刚刚已经去看过了，秦王他安然无恙，现在跟校尉一起在他营帐里用饭呢。其实不是因为秦王，不是为了秦王，那是怎么了？我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想之后天天见到我呀？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，之后还要打仗，万一我受伤了，或者……反正也没有人会告诉你，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不会受伤的，不要瞎说。也是，有你送给我的药，我受伤了也没关系。傻子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行军打仗总是要小心些的，别总想着自己要受伤。真香。慢点吃。那位医师千叮万嘱的，让您不可劳累。我不知道阿莹现下安好与否，你叫我如何等他？可您的伤势还未痊愈，您这样赶路，和自残何异啊？你看看这一路留下的记号，崔家军就在附近了。我今日必须得回营，见到阿莹我才能安心。公子，校尉劫人天下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公子，阿寿，快！阿莹，我真舍不得走。
那你要不要留下来？我倒是想，我想带你一起走，只怕你阿爹崔大将军肯定不会答应。那你是想的太美了。我送你个礼物。嗯。嗯。公子，营地到了。那不是何校尉吗？哎呀，我要是不在你身边，就让他陪着你。你要是不开心了，打他、扔他、砸他，都可以。这小人儿跟你确实还挺像的。你要是喜欢，下次我再多做点别的。那你下次就再做一个小人儿吧，不然就他一个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公子，时辰不早了，快走吧。阿英，阿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等我上门提亲，我一定会上门提亲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阿英，我要娶你！背负着最多的时间，你给我坚定的信念，在绝境中唯一的方式爱多年。再次承受过的离别，你能找寻你的黑夜，不会轻轻只剩我眼泪的。公子，快走！离开这儿！我
过黑夜，绝境冒险，让心炽烈，你在身边，我的身边。秦王，你该走了。欢迎。保重。等我。撤！也不放手和你并肩，在破碎中完成我和你的世界。用你守护着我也，梦想你给我的信念，无论经几次伤，我们知道。不灭，我们的走过黑夜，不畏经几次伤，我们直到最后。阿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回哪儿？我已经没有家。可是不回崔家军的话，咱们压根儿无处可去。无处可去，无路可走，无药可医。我是谁啊？我不是崔林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无名无姓。我顶着崔林的名字活了这么多年，我都已经忘记我自己是谁了。为了他，为了阿莹，可是他现在压根就不要我了。我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他的影子，可是他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我这个影子。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了。公子，多想此生只为你活着。当记忆沉默，心已落，忘了此生离合。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崔林，她才是崔林。她哪怕是个女儿家，她才是真正的崔林。阿爹，还有阿莹，都不需要我这个影子，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，一个没有用的影子。阿莹和我永远都不可能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怪我身子不好，怪我不能上阵杀敌，都怪我身子不好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阿叔，我求求你，你把我杀了好不好？把我杀了，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，就应该去死，就应该去死。我知道有一种续命之法，据说只要服了接触的神药，哪怕病弱的人也能康复如初。
公子，我们去找那个神药。绝对不能去。崔家军和结说有着血海深仇，阿英的娘亲就是死在结说人的手里。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们的。公子，只有活着才能去见校尉，只有活着才能等到校尉的回心转意。如果有神药，公子你身子恢复了，也许到那个时候，小慧就会看清李妮的真面目，小慧就能看到公子从前对她的一片真心，她就会回心转意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得活着，我活着才能见到阿英，我活着才能保护她。如果有一天我身体康健，我也能上阵杀敌，他也会喜欢我的。到时候他必然不会喜欢李妮了。阿英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的，阿英一定会喜欢我的，阿英一定会喜欢我。阿英，阿英，你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。夜半风凉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当初我以为天下莫能敌，裴县老矣，崔有接受牵制，如今看起来真是一招不慎。崔乙既夺东都，定会与李逆起纷争。若是杀了梁王为帝，便会与李逆结成生死大仇。哼！如果他们联手对付我，那我们就决一死战，杀个痛快。我就说，信王率军守城，他绝对守不住。唉，幸好我们跑得快，要不然等伯父攻下洛阳城，到时候就难以分说了。伯父现在是死了亲生儿子，肯定怒火冲天，暂时顾不到我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到时候也只有我能继承崔家的家业，毕竟亲伯侄嘛。万一大将军知道崔公子遇袭的事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人马都是乔装改扮过的，他就算往下查，那只能是查出来是李俊的人马。如若不然，他怎么可能这么怒气冲冲的就攻下洛阳城呢？若是大将军拷问信王，只怕信王他……就算他盘问出来了，啊，就算他李俊和盘托出，那也是信口开河、胡说八道。你想一想，李俊不单单是设计害死了他的亲生儿子，又挑拨离间我们伯侄关系，伯父能信他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能不能长点脑子？是，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，再看看风向。唉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三郎，还没有了，吃，饭桶。小伟，齐王派人送信来了，还送了好吃的。给，大战在即，呼吁你深爱此物，特级治疗以解闷。常言嚼之如碎玲珑，取势若破竹，碾压敌军之口采，望君顺遂，旗开得胜。入京后，
愿同去殿中，具案大嚼干果及果脯，用侧议后议，皆托付于君。替我再三拜赏崔大将军。小伟，秦王信上说什么啦？说祝我们旗开得胜。送这些来，就为了巴班送个好口彩啊？是，特意麻烦耳朵跑了一趟，就为了送上这么一个干果的好彩头。他送干果来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干果还没吃几颗，嘴这么硬啊！少威，快吃吧。赵二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可忍不住了，石七郎！崔家军卖了潼关，害死了咱们镇西军那么多兄弟，咱们怎么可以又跟他们结盟，一起去攻西长津呢？万一他们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就是啊，你说他们万一从后边反了，直接把咱们包围了。我见过崔乙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儿子这样做，他爹为什么不能？若崔乙是这样的人，他就不会放我出洛阳城，更不会让我带着我父皇回大营了。石七郎，那咱们真的还能相信崔家军吗？镇西军把侧翼和后翼都交给我们了。因为咱们崔家军的兵力更强一些，所以他们把侧翼和后翼全交给咱们了。这个李逆果然胆大包天，他竟不怕我抄了他的后路，把他毒死在西长京城下。阿爹会这么做吗？我相信。那石七郎信，我就信。我也信。我相信你，石七郎。那我也相信石七郎。赵二哥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谢谢你们相信我。啊！等收复了西长京，我就带大家烤黄羊吃。烤羊就算了，得有酒啊！对，有酒。来，干！来，干！要不是碍着你的面子，这货早就把他给收拾了。阿爹，你才不会呢。不过，就算我们崔家军和镇西军加起来，比孙敬的守城兵马多，但自古以来，守易攻难。李逆虽然是个混小子，但不像莽撞之人。他是不是在城里还另有布置？阿爹瞧出来了。其实早在前些时日，李逆就已经派人在城中暗中散布谣言，煽动百姓去哄抢粮食。此时城中人心惶惶，一旦攻城，城中街坊必定会先乱起来。而且我还猜他80%安排了放火，或是去太仓抢掠粮食。一旦城中乱了，太仓无粮，那守城的军士必会挨饿，这样攻起城自然会容易很多。是吗？怎么，阿爹认为这样布置不妥吗？李逆看着少年老成，他8成还有一招布置，而且这一招布置必是绝杀。光是烧掠太仓，搅乱城中民心，似乎还不算绝杀。其实我也猜测，他肯定还有招绝杀，但这一招到底布置的是什么，我目前还真猜测不出来。我倒是有点明白，你为什么瞧得上那小子了。阿爹，人家在跟你说正经事儿。哎，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也没有他胆大缜密啊。虽然当时在瀛州和结硕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仗，他怎么能跟阿爹比呢？他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吧。出身帝王之家，不交金，从劳郎官至此
一路征战，负半壁江山，得万军拥护。其实运气好就可以一言代之的。阿爹这么夸他，我倒觉得他配不上我阿爹的另眼相看。哎，既然他得到我女儿另眼相看，他自然也值得我另眼相看。那阿爹以后不挠他了吧？我只是说，打仗看着还行，想娶我女儿，做梦。又懒。秦王要攻城了。不是说平凉大将军崔乙夺了东都？这正是秦王的过人之处。他不仅大大方方的把东都让给了崔乙，还说服了崔家军跟自己一起联手攻打西长京。父亲，您说秦王会成功吗？明面上呢，他是要和崔家军攻打西长京，可是暗地里一定另有一番布置。我就不知道这布置是从何而起，又如何呼应了。相爷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秦王攻城了，好些乱民直奔太仓去了。那些乱民把太仓给抢了，太仓的守卫拦也拦不住啊。后来不知怎的，太仓就起火了，太仓又烧又抢的，只怕现在也剩不下什么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，命人严守门户。是。我娘，你可明白了？原来布置在这儿。对，先是散播城中无粮的消息，造成民心恐慌，然后再煽动这些乱民把太仓给烧了、抢了。这下城中是真的无粮了，连守城的士兵都要饿着肚子，肯定没有心思守城了。正是，如今梁王早已登基称帝，孙敬素来残暴，城中又如此情形，这西长京啊，是守不住了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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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城中乱民抢掠太仓，只怕李逆就要攻城了。阿静，我不想让你再去打仗。我们走吧。自从我们重逢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一会儿半辈子就过去了。要不我也出嫁？
陪你去守城吧。赏花，你好好待着，等我战退了李逆之后，回来陪你一块儿饮酒。我等着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给我杀！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严加防守。报，大都督，镇雪军和崔家军攻势太猛，四处架设云梯，几个城门都有工程锤重击，我军将士疲惫不堪，死伤惨重。令禁军后营上城墙，严守城门，一步都不许退，退者军法处置。是。大都督，那些乱民竟与士兵动起手来，有的还将守城用的火药，请大都督示下。哼！城中乱民一个不留，统统都杀了。是。大都督，目前城中已乱，情势危急，大都督不如提前退走，到潼关再做计较啊。只要守住这几日，我们征百越的大军就会回来了。
自然会将镇西军和崔家军包抄围剿。大都督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要再说了，灭所有兵士！大都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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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都督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大都督，大都督。娘娘，镇西军攻进来了！娘娘，镇西军攻进来了！锦娘，既然我已经与李逆暗中商量好里应外合，那我们必须要在宫内也给孙静致命一击。娘娘，你醒醒！来人！哎呀！父皇莫急，儿臣准备了快马，如果战事不利的话，儿臣一定会护送父皇南撤的。只要进入江南岸，有长江天险的话，那定会安然无虞的呀。父皇，万一战事不利，儿臣愿意留下来，率后队抵挡敌军。到时还请大哥护得父皇先行一步。二弟你果然是忠勇可嘉。大哥是父皇长子，将来这天下大事和父皇都要倚仗大哥呀。我若是能留下来抵挡住敌军，获得父皇和大哥周全，就算是死也值得。哎呀，莱儿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呀！哎，二弟呀，二弟你不能，陛下，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前线来消息了。快说！秦王破西长津了，恭喜陛下！秦王大破孙贼，已经领军攻入西长津。什么？恭贺父皇！父皇洪福齐天，必有天下，秦王才可以收复西长京啊！恭贺父皇！父皇重用秦王，秦王才能收复西长京，此乃父皇明鉴千里，是天下之福啊！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吴国师说的没错，朕就是真龙天命，只有朕登基为帝，才能够拯救天下苍生。恭贺父皇！
那年我16岁，按照惯例入宫拜别先帝，启程去劳兰关。那时我犯了错，先帝十分生气，不愿赐剑，便命人传话于我，让我安分守己，不要再给李氏子弟抹黑。殿下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也可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了。追孙敬的人如何？哦，经过几次短兵相接，还是没能拦住他们。孙敬的亲信副将誓死护卫，看来孙敬现在应该还是昏迷不醒。他们且战且退，已经连夜推到潼关了。崔大将军呢？这破城之后，崔大将军便率队入宫，在建元殿前下马，后云霄台。他说了一句“一行阑珊”，不过如此，便率队出宫，前往了城外崔家军的大营。不过如此。我也想如他一般，破城杀敌，到最后再来一句“不过如此”，拂袖而去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将风范。殿下，您与他还是不同的。可此时的我，十分羡慕他。殿下出劳兰关，率兵擒王，平定天下，现在已经收复西长京，所以从此之后，已不与世人相同，也不能再说羡慕他人了。是啊，多无趣啊！唉，阿莹呢？他跟崔大将军一起出城了吗？哇，原来这就是皇宫啊！哎，小伟，这里好像除了楼高一点、屋子大一点以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嘛。你看，咱们现在待的地方叫做玉辉楼。往前那边是建元殿、乾政殿、景德殿，那些都是前朝皇帝理政的地方。那个高墙后面就是东宫，以这个玉辉楼为界，再往后就是后宫了。哇，这么大一片屋子，得住多少人啊？皇帝有10几个儿子，100来个孙子，人丁兴旺，宫里住不下。就等这些诸王成婚之后，给他们分府，住到宫外去。只可惜，孙敬谋反，把这李氏子弟几乎都屠戮殆尽了。哎，秦王来了。阿莹，有一件事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啊？现太子妃萧氏。他忍辱负重，为了给孙敬下毒，自己也身中剧毒。如今他性命垂危，我想要请桃子给他医治，一男女有大方，请你代为照顾。原来是他给孙敬下的毒。你放心，如此大义之人，我定不负你所托。就是这盒口汁，娘娘说，若在饮食中下毒，只怕会引得孙敬察觉，所以才下在口汁之中。娘娘还说，这毒药啊，有一股甜香，也只有口汁的花香，才能掩盖住它的气味。而且只有一次机会，终于等到攻城之日，他立刻将毒药涂在了自己唇上，全然不顾这毒也会侵入他的心脉。娘娘，这是冲着同归于尽去的。
嗯，嗯，嗯，儿臣见过父皇。哎，免礼免礼，谢父皇。秦王遣了兵马出城来迎接。朕作为天子，要摆了大驾，回西长京，接受百官的朝贺。父皇，儿臣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？说。如今秦王已经收复了西长京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不知父皇打算如何犒赏秦王？他可是朕的儿子。再说了，为君父分忧，这不就是他的本分吗？还有什么犒赏啊？父皇已经封三弟为秦王了，这众亲王之中，唯以秦王的封号是最为贵重的。若是再犒赏的话，也只有封三弟为太子了。你说册他为太子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，你就说说为什么要册他为太子？若父皇眼下无立三弟为太子之意，他又刚好立下了大功，没有犒赏，只怕这别有用心之人会挑唆三军，到时要闹出什么哗变，那就不妥了。哗变？这是父皇莫慌，父皇回宫之后可以打开宫中内堂，据说这孙贼走得匆忙，宫中内堂中的贵重财物都没有带走。内堂？是啊，父皇，父皇不妨打开宫中内堂，赏赐给收复西长京的将士们，将士们自会感激陛下的圣恩，就算有人煽动，也不会跟着闹事。还是俊儿来儿的法子好啊！朕回到西长京，就把宫中的内堂打开，犒赏三军。陛下公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公参天地，泽披万世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，娘娘你醒了，娘娘你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说明毒性稍解了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娘娘，您都昏睡了好多天了。亲王殿下率镇西军收复西长京，迎陛下回宫。今日啊，陛下受百官朝贺，外面的声音正是三军的谢恩之声。我们赢了，宝贝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娘娘放心，我们赢了，赢了。这两位姑娘是？娘娘，这是崔家军中的何校尉。受秦王所托，特来照顾娘娘的。多亏何校尉带来桃子姑娘，每日精心配药，才终于解了娘娘的毒。多谢何校尉。娘娘大义，救了天下人。何某应该替天下人谢谢娘娘才是，又怎担得娘娘一个谢字？这寝殿不错，
就是这个账脉有点旧，都换新的。是。嗯。嗯。儿臣见过陛下。免礼免礼。哎，秦王你来的正好，这次收复西长京，你立下很大的功劳。说说看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是金银，还是要封地啊？陛下，儿臣什么赏赐都不要。嗯，儿臣想请旨，待儿臣派人寻回太孙后，还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。太孙，孙敬谋乱之时，弑杀先帝、先太子，幸得云长将军韩畅护卫太孙逃走。陛下，太孙乃先帝嫡传之血脉，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，并令其为储君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事，朕还要考虑考虑。陛下，先帝崩，先太子殉国，太孙继位，是名正言顺之事。朕都已经说过了，要好好考虑一下。你先回去吧，这一阵子你也挺忙的，先回去好好歇歇。没什么事，先不要进宫。是。娘娘，你还是再用一些吧。锦娘，孙敬还活着吗？娘娘，是。按理说，我应该忧愁。因为大患终究未除，可是想到当初他浑身是血冲到宫里，握住我手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是先太子妃，娘娘。我在东宫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活着，但只是一具躯壳。唯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会感觉我是真正的一个人。可我是先太子妃，我本不该心悦于他。娘娘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再说了，不会再有人知道我与他之间的过往，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此刻的我还是爱慕于他。娘娘，娘娘，我与孙敬须臾为一，我名节已失，死不足惜。娘娘，您切不可这么说呀！放心，我现在是不会死的。我还要确保太孙平安归来。
我要看着他长大成人，到时候花才有颜面，到地下去见县太子。娘娘，不要！你还舍得来看我呀？我以为崔大小姐早就把我抛诸脑后了。秦王殿下为何如此健忘？明明是秦王殿下让我去照顾萧妃娘娘。萧妃娘娘今日的身子终于好多了，吃了半碗粥也能说话了。我这才有空出宫来看你。我一出宫就来看你，都没有去见我阿爹，你还不领情？那我走了，我要出城去见我阿爹了。哎，说笑的嘛。这样子，你陪我一会儿，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出城去拜见崔大将军，好吗？你就不怕我阿爹再把你捆起来，塞到箱子里去？那你还是会救我的呀。那可不一定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啊？不然为什么一个人躺在这儿？没有，发闷看了一本书，闲的都快要睡着了。我听说陛下开了宫中内堂，散尽钱帛，犒赏三军。按理说啊，你立了这么大功，你这齐王府应该是车水马龙的，怎么如此静悄悄？我又不喜欢那些文官。再说了，我是秦王，我又领着镇西军，结交文臣多有不便。结交武将呢，那更是瓜田李下了。所以我就想闭门谢客。这些文武百官也知道我的性子，可不敢上门来聒噪。旁人倒也罢了，难道不应该去拜见一下故乡吗？前日在朝上，故乡官复原职，陛下还要赐他一个爵位，但故乡跪谢立辞了，真是风骨过人。之前收复西长京，他也帮了不少忙。所以那日下朝之后，我便去了故乡府拜谢了故乡。光是拜见致谢就完了？那他连陛下的赏赐都不要，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既然都去了顾府，就没有见见顾婉娘吗？我去见顾婉娘做什么？你见她做什么，我可管不着。哎呀，你吃醋了？我没有，你就是吃醋了。我才没！我要出城了，见我阿爹去。我陪你，免得你不放心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别吃醋了啊！两位客官，瞧瞧，选点什么？咱们店里的果然啊，那是饱满香脆，唇齿留香，客官一定满意。这里每一样都给我来一份。客官，您稍后。你当日在信中说，待入京之后一定要一起来这家干果店，今天算是如约而至了。这一次买了这么多，够你吃一些时日了。怎么听起来有点不情不愿的？倒也不是不情愿，只是一想起来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十七郎突然做小儿女之态，还让人挺惊讶的。本来呢想少买一点，这样你每次吃完了就会想起我。但是我后来想想，还是多买一点吧，这样你吃的时候就会想起我，更好。谁吃干果的时候会想起你啊？我呀，我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。毕竟你喜欢的，我也会喜欢的。客官，
您的干果好了，谢谢。哎，走，走吧。嗯。娘娘看起来好多了，走路也稳了许多。桃子姑娘说，只要加以调养，日后便再无大碍了。何校尉到。娘娘，娘娘今日觉得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快过来坐。谢娘娘。看娘娘的气色是好了很多。桃子跟我说，娘娘的毒解过之后，身子会十分虚弱，需要用一些血参补一补才好。我告诉了秦王，秦王便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血参，让我带进宫来送给娘娘。替我多谢秦王。娘娘客气了。前些时日，听姑娘说，你是崔家军中之人。嗯，受秦王所托，一直在宫中照应我。真是辛苦姑娘了。没有，娘娘您客气，说是照应，不过都是锦娘还有宫女们在张罗，我也就是过来陪着娘娘说会儿话而已。姑娘是秦王的心上人吧？我虽从未见过秦王，但在我处境最难之时，与他通过密信，他的为人之道，从种种细节能窥见一二。我知道他府中并无女眷，你一定是他的心上人，他才放心将我托付于你。娘娘真是敏慧过人。我是一个世节无益之人，唯有一死，才能了断此生。当初秦王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帮我寻回太孙。我知道秦王也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。我的身份是先太子妃，如今在宫中处境尴尬，十分不妥。我想离开宫里，去一个僻静之处，找一处安身之地，也请姑娘转告秦王，成全我。娘娘放心，秦王必定会答应安排。你真的姓何吗？